你是有多讨厌我？还很痛。这个伤有一天会好，但是有些伤不会。你这些年没有交女朋友，就是因为这件事？我还有资格爱吗？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。从小在大家庭长大，我一直渴望家中有孩子的笑声和嬉闹声。每天回到家的时候，都有人迎接我。爸妈还在的时候，他们总是会给我何止情，满满的爱。我真的很想把这份爱传递给我的孩子。所以你选择隐瞒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，我不想面对，因为我怕失去。是我的错。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，一定可以跨过这个坎的。爱一个人，就要接受他的一切。那你能接受吗？只要能让我爱上你，我就接受你的一切。明真，愿花香伴随你，愿我的心与你共鸣。伊藤俊。这么早？是啊，我做了普罗旺斯炖菜给你。你早餐都吃这么重口味吗？你不喜欢，我可以做清淡一点的。你是要每天做早餐给我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要不要进来坐一坐？好啊。这么丰盛。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就把所有的蔬菜都放进去。坐吧。很合我的口味。那就好，多吃。德叔，我做了普罗旺斯炖菜，一起吃吧。一大清早吃这么重口味的东西，你是要考验我的味蕾，还是要折磨我的胃啊？你们父女俩讲话什么都一模一样的。有其父必有其女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慢慢享用。我先走了。谢谢你的早餐。去公司路上小心点。再见。最近有人的桃花运好旺啊！你是算命师啊？那你到底是喜欢花，还是喜欢炖菜啊？收了花还是可以吃炖菜呀，两者没有冲突。你这个人这么务实，我想你应该会选择花。有钱花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你的同事弃保潜逃了，你不担心他回来找你报仇吗？他敢找我，我又报警抓他。过几天我会出远门，去哪里啊？
葛芬多市去干嘛？找一个人。那你玩的开心一点。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，如果不是你带我来，我肯定找不到路。大多数人不是住在爱德尔市，就是往市中心去。现在只有一些比较穷的人才会住在这里。你的私家侦探会不会找错地方？明真怎么会把他爸爸丢在这里呢？我这次来就是要弄清楚，他们父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前面。这间。有人在吗？余冠中先生，余先生你在吗？余先生，是他，余先生。还有呼吸，我叫救护车。余先生，余先生，你们是余冠中的家属吗？我们是他的朋友。余先生的情况很不乐观，请尽快通知他的家属来见他最后一面。谢谢。欧巴，欧巴，喂，欧巴，你不是去找朋友吗？干嘛？想我啦？你爸爸现在在葛芬多市的医院，医生说他快不行了，要你马上过来见他最后一面。喂，米珍，你有听到我说话吗？明真，开会啦！我要去开会了。明真，你去哪里？你爸爸现在在葛芬多市的医院，医生说他快不行了，要你马上过来。这笔钱是替你爸要的，他病了，需要一笔钱来医治。医生说他快不行了，要你马上过来见他最后一面。这么久了，他到底会不会来？再等一会吧。他和他父亲似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。父女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连最后一面也不肯来见，真的是太绝情了。
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找他父亲吗？我怀疑他领养我是另有目的。这个品牌在葛芬多市家喻户晓，你带我来做什么？欧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原来你在葛芬多市的分店上班啊？是的，因为需要照顾生病的爸爸，很感谢公司允许我调来这里任职。欧先生，来买东西吗？哦，我带个朋友来看看，你不需要招呼我们，你去忙你的。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让我知道。你跟他很熟啊？他对你毕恭毕敬的，不懂的人还以为你是他老板。你该不会就是……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，我创立的好舒适欧已经快40年了。一直都知道这个品牌的老板为人低调，但却乐善好施，每年都参与许多慈善捐款。原来这个欧就是你。助人为快乐之本。如果每个人都怀抱善意，对需要的人施以援手，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的美好和谐。所以，你怀疑他是因为知道你的身份才领养你？我也不懂，他对我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？如果你担心他是因为你的财产，那就立遗嘱，让他1分钱也拿不到，那不就解决了吗？看来你在乎的不是你的钱，而是他是不是真的把你当成爸爸？他明明有爸爸，为什么还要领养你？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里生活，生病了也没有人照顾。今天要不是我们，他也不懂多久才会被人发现。敏珍，看来他是不会来了。再等等吧。于先生，老婆，你来了，老婆。我不是。对不起，老婆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打你们。我不是一个好爸爸，好丈夫。真跟警察说，我摸他是为了要保护你。真的，我有话要跟他说。我有东西要给他。你要找什么？我帮你。我有东西要，我给珍珍。你不要睡，你女儿要到了。一定要趁着，她马上就到了哈。趁着。你怎么现在才来？
他临走之前，最想见到的人就是你。他一直撑着，就是为了要见你最后一面。你们之前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知道你一向现实势利，可是我想不到你为了钱这么绝情。你为了领养我，竟然隐瞒自己的父亲还活着。荷花别再说，若今天就此过，或许只有无关我们才会懂更多。我们在沉默里一直漂泊，看不清谁先退后或闪躲，翻越着回忆，句句刺痛的承诺。时间也许会停摆，是否能够实现梦想中永恒未来？别管他们看待，我们之间明白，直到最后永远不分开。分手。变得更苍翠，细水长流不休。别管他们看待，我们之间明白，直到最后永远不分开，直到最后。不好意思，没想到要做这么多检查，耽误你开会的时间。你回去工作吧，等一下我检查完之后自己回家。没事，我已经通知顺庆，他会来接你的。抱歉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苏比娜华，你可以进去了。那我先去开会，待会家里见。我会拿假陪华姐去拿报告。怀孕初期还不稳定，你别到处乱跑。你为了陪华姐看医生，连午餐都没吃。别忘记，你有胃病，如果病倒了，宝宝怎么办？今天时间有点赶，下次不会了。华姐，你这种情况不要拿这么重的东西。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如果你再次中风，照顾你的还不是我们。华姐，你已经忙了一整天，你去休息吧。待会晚餐好了，我再叫你。好好。来。你怎么这样子跟华姐说话？她这一次小中风已经很过意不去了，你这么做只会让她更加内疚。她知道就好了。我之前说要解除领养协议是认真的。你在华姐还可以跑、还可以跳的时候，快点解除协议。可是她对我们这么好，也是因为她，我们才有宝宝的。我知道你跟她的感情很好。我父母已经让我很头痛了。之后有了宝宝，如果华姐再次中风，我们应付得了吗？
怎么了？睡不着？我肚子有点饿，我想吃泡面。嗯。华姐，华姐，大半夜你在做什么？老公，宝宝哭到那么大声，你没有听到？啊，乖，宝宝，妈妈在啊，不要哭，乖啊，乖。哎，还不赶快去泡奶啊？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我家？我是你女儿，我是子晴，他是我老公顺庆。你怎么了？你这个臭男人，啊，趁我坐月子的时候带小三回来，我要跟你离婚。早，昨晚睡得好吗？还不错，你呢？一觉到天亮，现在精神饱满。只是我起来的时候发现地上多了一个木瓜，我就把它切了，大家一起吃。昨晚你有听到任何声音吗？我什么也没听到。你真的不记得昨天发生了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？难道昨晚进贼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随口问问。你的早餐呢？我吃过了。哦，我赶时间，先走了。我跟你一起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去把你们早餐放进便当盒，你们带去吃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很快的啊，等一下啊。老婆，他真的很奇怪，竟然说我把他的早餐放在鞋柜里。我怀疑他是由小中风引发的血管性失智症，要尽快跟他解除领养协议，不然到时事情更棘手。可是这样子做很不负责任哎。我们应该先带他去看医生，或许他没有失智呢。如果真的是失智症，你想解除都解除不了。我们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嘛。再说明真这么机灵，是很难瞒得了他的。还找明真啊？我会直接找领养部主管谈。到家了。来，帮你。哎，老流氓啊，对不起，不能再叫你老流氓了，应该叫你欧老板。没想到你房子这么大。为什么有这么豪华的屋子你不住，偏要窝在那间小公宅呢？你那么有钱，找个助理或者佣人照顾你就行了，为什么让人领养呢？用钱买回来的大多数都是虚情假意，我要的是真心诚意。难怪你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，只可惜百密一疏。我辛苦了一辈子，就是希望我身边的人能够有好日子过。可是我看见的却是，他们一个一个的离开我。我的父母、老婆、女儿，我真的不想再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。原本打算独自一个人走完下半辈子。直到跟我10多年的助理突然死在家里，
过了几个星期后才被我发现。我真的不想像他那样。他走了，还有我帮他料理后事。可是我呢？你放心，我一定要让你走得风风光光的。你是在诅咒我啊？你走了，我还没走。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明知道人家的好意，还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。我就是有话直说，不爽啊，请。你是不是也要用这个方法推开明真？你不会是想要跟他解除领养协议吧？你给我一点时间想想。坦白说啊，我对他是没什么好感的，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你是在乎他的。不要装了，如果不想失去这个女儿，就跟他把话说清楚。有时候啊，嘴巴收一点，甜一点是不会死的。原来明真去了葛芬多市，难怪找不到他。这个人你还是少跟他来往。我没有见过这么狠心的人，连爸爸最后一面也不愿意去见。为了不认他爸爸，姓氏都改了。他改姓？他爸爸姓于。我早就该猜到她是于真。原来她是我中学的学妹。那时候她好像被家暴。在面对家暴时惊慌失措，说错话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当时她才13岁，应该是在逼不得已情况下，才会诬赖她爸爸。如果故事能重回到起点，想不想和昨天的你见面？如果他的手能让你再牵，会不会我轻一点？如果过去那些不告而别，曾经让白天变成黑夜。如果这一边夏天都下雪，愿不愿变更季节？就让时间明真，你在吗？我知道你在里面。你开门好吗？这次让我来当你的耳朵。把你留在我的身边。如果爱能重来一遍，不那么善变，会不会不再走远？当天空开始出现晴朗的天色，那是幸福若隐若现。现在我身边真的一个人也没有了。不想和昨天的你见面。如果他的手能让你再牵，会不会我轻一点？如果过去那些不告而别，曾经让白天变成黑夜。你还有我。愿不愿变更季节？就让时间
转一遍，回到那一天，或许不会再胆怯。收起日日夜夜思念，抹去错和泪，把你留在我的身边。如果爱能重来一遍，不那么善变，会不会不再走远？当天空开始出现晴朗的天色，那时幸福若隐若现。醒来了，去洗个脸吧，很快就有得吃了。真真，我能明白你为什么不要见我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很想念你们，想着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，一起去游乐场，和你妈妈一起送你上学，接你放学，买你喜欢的东西，帮你绑头发。好了，你们自己看。我多么想要回到过去，可惜已经回不去了。我知道，从我动手打你们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毁了这个家。你一定很恨我，所以我能理解当年你为什么会这么做。可是，我要让你知道，爸爸不怪你。相信我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见你一面了。但我希望你能幸福、快乐，把以前不愉快的事都忘掉。原谅我，也原谅自己。爸爸爱你。林
明真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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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是你的错。要不是你那本书，我当时也不会诬赖我爸非礼我。我只想教你怎么保护自己。我不想再看到你走。你走啊！我叫你走啊！明真，你得往哪走啊？明真，走可以，你出去。不要这样子啊！我不想看到你。这你听我解释，明真。我不要，你走。明真，你走。明真，你走开啊！明真，明真，明真，你听我说啊，明真。你一个大男人怎么比我还慢啊？你是运动健将，我怎么和你比？你不是足球校队吗？那是50多年前的事啦。岁月确实不饶人，我的体力也大不如前。想当年，我和老公每周爬3次山，后来因为蛋糕店生意忙，就没有去爬山了。你怎么大不如前，还是比我好很多。那你运动啊，像我到现在还是和田径队的朋友去爬山跑步，你也可以的。和田径队员一起跑步，哎，我是有多想不开啊！你不跑步可以吃顿饭。我们每年呢都会在田径队成立那一天，在俱乐部吃饭。刚好下个星期2，有没有空一起去啊？是在哪间俱乐部？爱德皇家游艇俱乐部。我是那里的会员，不过下个星期2我已经有节目了。什么节目？我会先去骑马，然后呢就去采苹果，最后呢就去学做果酱。节目满满的，想用这些活动麻醉自己啊？我是在享受生活。我看你眼圈黑黑的，晚上一定是没有睡好。明真，已经2天了，你还是不肯见我。我煮了汤给你，你开门好吗？有什么事联络我，我一直都在，我不会放弃的，一定会等到你开门。听大妈说，你决定和明真解除领养协议。少了那个女人的监督，我不知道过得有多好，多自在。可惜啊，明真过得不好。他这几天不出门，不上班，把自己封闭在屋里，就连我送过去的食物，他也不动。我很担心他。别人你就需要担心，他比你想象中坚强得多。德叔，你真的认为明真是为了钱才领养你的吗？还不够明显啊！他这个人为了利益，什么都做得出。没错，为了业绩，明真是耍了不少手段。可是，你还记得夏大宇父子和安妮特母女的案子吗？如果他真的是为了业绩，结局就不会是这样了。他如果真的想讨好你，
一开始就该扮演一个乖巧孝顺的女儿，而不是塑造成一个野蛮女儿的形象，不是吗？这或许是他的策略，欲擒故纵，故意反其道而行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在商场上打滚这么多年，阅人无数，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？你们现在是彼此唯一的家人，我希望你能做出明智的决定。小心！我跟你一样，不想要拖累人。不过，如果你选择撑下去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不管多辛苦，我都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久病无孝子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你不需要天天陪在我床前，只要有空来看看我，唱歌给我听就行了。一日为罢，终身为罢。你爱听歌，我就天天在你床边唱歌，唱到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。请坐。你的状态不错，约我来有什么事吗？我们解除领养协议吧。如果故事能重回到起点，想不想和昨天的你见面？如果他的手能让你再牵，会不会我轻一点？如果过去那些不告而别，曾经让白天变成黑夜。如果这一边夏天都下雪，愿不愿变更季节？就让时间倒转一遍，回到那